各位觀眾好，今天我們要講一個被黨史重新接納的危險英雄。前幾期我們談過楊靖宇，也談過那些被中共黨史反覆塑造、不斷神化的東北抗聯英雄。但是今天這個人不一樣，他不是從中國關內來到滿洲的外來幹部。他出生在滿洲國熱河省朝陽市，成長在哈爾濱，真正熟悉滿洲的城市、鄉村和人情。他被稱之為東北抗日聯軍的創建者之一。可是，就是這樣一個人物，卻曾被中共2次開除黨籍，而且被宣布永久開除。他的名字叫趙尚志。更耐人尋味的是，直到1982年6月8日，也就是他被開除黨籍40多年之後，黑龍江省委才正式撤銷了1940年的處分，恢復他的黨籍，並宣布推倒強加在他身上的不實之詞。請注意這個時間差，一個後來被寫進教科書、被塑造成民族英雄的人，在他犧牲後的漫長歲月裡，竟然一直不是中共黨員。那麼問題來了，趙尚志究竟做了什麼，才會被自己效忠的組織反覆拋棄？又是誰在40多年之後重新改寫了他的政治身份？今天我們不急着接受任何一種現成的答案，我們從他的家庭開始，一層一層拆開這段被簡化、被修飾，也可能被重新包裝的歷史。趙尚志1908年10月26日出生於熱河省朝陽市雲蒙山阿嬤溝，也就是今天的遼寧省朝陽市。父親趙振鐸是清代秀才，而且是廪生。廪生不是官，卻是傳統地方社會中有身份、有名望，並可領取一定國家津貼的士人。他們可以參與地方事務，代表鄉民與官府交涉，在社會上擁有普通百姓沒有的地位。在中共公開敘事中說，1917年前後，趙振鐸因為參與打死、強掠百姓、強姦民女的官兵，受到了追捕，被迫背井離鄉。這個故事非常完整，一個正直鄉紳為民除害，遭到舊政權迫害，他的兒子從小飽嘗苦難，最終走上了革命道路。可是，一個過於完整的英雄故事，恰恰最值得追問。滿洲報告所依據的另一組地方材料，卻把原因指向了一個完全不同的組織——清鄉預備會。按照這些材料，趙振鐸不是因為單純的打抱不平而逃亡，而是因為組織清鄉預備會捲入地方武裝衝突，遭到政府鎮壓。但是兩種敘事之間的巨大差異已經無法回避。一種說法把它寫成保護百姓的義士，另一種說法卻把它放在帝制复辟、地方武裝和鄉村衝突的背景之中。究竟哪一個趙振鐸才是真實的趙振鐸呢？更殘酷的是，無論政治真相如何，衝突的結果都落在了趙家人身上。家宅被毀，父親連夜逃往哈爾濱。1919年，趙尚志的母親帶着孩子北上，一家人從地方鄉紳迅速跌入赤貧，一個没落家庭的少年人生就此改變。到了哈爾濱以後，11歲的趙尚志先給俄國人做男僕，後來上街賣燒餅。正是在這種環境裡，他學會了俄語。1923年，15歲的趙尚志憑借着俄語能力，進入了華俄道盛銀行哈爾濱分行道理支行當信差。
月薪10塊銀元。信差是銀行最基層的僱員，但這份收入並不算低。資料顯示，當時哈爾濱普通工人的月薪大約為8到15塊銀元。同一時期，一些基層警務人員的工資也不過10餘塊銀元。換句話說，這個從貧困中掙扎出來的少年已經摸到了一條相對穩定的上升通道。只要繼續學習俄語和金融業務，他完全可能留在哈爾濱，成為一名銀行職員。但2年以後，這條路突然斷了。根據史料，趙尚志的父親要求趙尚志繼續讀書，他因此進入到哈爾濱許工工業學校。可是不到2個月，他就被學校開除了。根據檔案，他被歸結為違反校規，並涉及對女生的不當行為。趙尚志的求學道路再次中斷。就在這一轉折之後，他離開了滿洲，南下廣州報考黃埔軍校。一個銀行信差為什麼在17歲時突然跨越數千里，進入一所革命軍校？是理想召喚？是家庭壓力？是求學受挫？還是他已經無法回到原來的生活？答案並不確定。但從這一刻起，趙尚志的人生不再屬於銀行，也不再屬於普通人的安穩世界。1925年，趙尚志進入黃埔軍校第4期。黃埔軍校4期後來走出了林彪、劉志丹、蕭克等眾多中共軍事人物，也成為國共2黨共同爭奪軍事人才的重要一屆。按照通常的人生軌跡，黃埔4期學員畢業之後，多數會進入北伐軍，從排長、副連長做起。即使是中共黨員，也往往首先留在軍隊中積累軍事資本。可趙尚志沒有。1926年畢業後，他很快離開了南方，返回了滿洲。中共黨史解釋說，他是奉中共中央指派回到東北領導學生運動。但滿洲報告提出一個關鍵疑問：究竟是誰下達了命令？有沒有同時期的組織文件、交通記錄或證人證詞？如果當時中共的重點是掌握北伐軍中的軍事力量，為什麼要讓一個剛畢業的黃埔學員離開軍隊？根據日本的檔案，有人供述材料稱，趙尚志曾對抗聯內部人員表示，自己在黃埔學習政治，並因身高等問題受到歧視，於是一怒之下返回家鄉。趙尚志身高約1.62米，無論是照片還是當年與他共事的戰友，都確認了這一身高事實。而後來發現他的遺骨也再次證明了他的身高。但是這份材料至少讓我們看到了另外一種可能：趙尚志回滿洲，也許不完全是一次組織的安排，而可能夾雜着個人受挫、軍中處境和性格衝突。如果這個可能成立，那麼黨史中那条筆直的、光榮的、毫無猶豫的革命道路就會突然出現一道裂縫。他不是被一紙命令送回滿洲的英雄，而可能是在一個黃埔沒有找到位置，帶着憤怒和挫折回到故鄉的年輕人。而真正令人意外的事情還在後面。回到滿洲以後，這名所謂受中共黨組織委派的共產黨人，竟然成為了國民黨吉林省黨部常務委員兼青年部長。共產黨人為什麼坐進了國民黨省黨部？趙尚志回到滿洲後，先後在哈爾濱組織學生運動，在雙城從事建黨工作，又到長春開闢組織。1926年10月，中共長春支部成立，
他負責長春通訊站工作。1個月後，他利用國共合作的政治環境，與國民黨黨員共同成立國民黨吉林省黨部，並擔任了常務委員兼青年部長。表面上看，這可以解釋為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的公開身份掩護。但如果把它放進趙尚志此前的經歷中，問題就複雜了。他究竟是執行中共的秘密任務，還是同時在多個政治組織之間尋找自己的位置？1927年3月2日，趙尚志在長春被捕。後來的某些敘事將此歸因於日本特務機關發現並告密，但是當時滿洲國尚未成立，滿洲還處於奉系政權控制之下。實際上實施逮捕的是張作霖政府的執法機構，指控的核心則是與宣傳共產主義及參與所謂的赤阿活動有關。被捕以後，趙尚志堅持自己是國民黨員，沒有暴露共產黨員身份。再加上他的黃埔背景，他在同年5月20日獲釋。這2個月裡發生了什麼？他是成功的隱瞞了身份，還是國民黨省黨部委員的身份真的保護了他？如果他確實承擔秘密任務，那麼誰負責營救？誰確認他的忠誠？誰又把他重新送回組織？歷史沒有給出一個沒有縫隙的答案，他只留下一個青年革命者在國民黨、共產黨、奉系政權與蘇聯影響之間不斷變換身份和位置。趙尚志還有第2次入獄，一個被改寫的釋放原因。1930年秋，趙尚志到瀋陽，在中共滿洲省委從事共青團及相關工作。這一次，他與中共組織之間的關係比1926年更為清晰。根據檔案資料顯示，其任務概括為收集情報，維護蘇聯利益。這類定性，根據當時共產國際與中共滿洲組織之間的密切關係，確實是理解這一時期的關鍵背景。1931年4月，趙尚志第2次被捕，後來黨史常用一句話帶過：918事變後，經黨中央和滿洲省委營救出獄。檔案調查指出的是另一種解釋。隨着政權更替和溥儀實施特赦，趙尚志獲釋是與溥儀大赦有關，而不是中共營救的結果。這不是一個小小的文字差別。被組織營救意味着黨沒有拋棄自己的幹部，因政權更替，滿洲國建國大赦獲釋，這意味着組織未必有能力，甚至未必真正實施過營救。兩種說法塑造的是2種完全不同的組織形象。那麼，營救行動的文件在哪裡？參與者是誰？經過怎樣的交涉？如果這些證據不存在，後來反復出現的經組織營救會不會只是一個為了讓英雄故事更加完整的描述？趙尚志出獄後，很快就被推上了更重要的位置。1932年初，他出任中共滿洲省委軍委書記。幾個月後，他化名李育才，秘密前往巴彥，進入張甲洲領導的游擊隊。從這一刻起，故事不再只是趙尚志個人的選擇，他將牽出一支後來被寫入抗聯史中，卻始終存在巨大身份謎團的隊伍。巴彥游擊隊究竟是誰的隊伍？在中共黨史中，巴彥游擊隊擁有重要地位，但是他的創建者張甲洲卻長期處在一種尷尬的位置。他是事跡被提及，組織關係卻常常說得含糊。張甲洲祖籍山東萊陽，祖輩闖關東後在滿洲定居，
其家庭獲得了大清國免費發送的300箱土地，折合目前的4500畝土地，經營油坊，成為當地富戶。張甲洲本人學習成績優異，1923年以全省第1名考入省立齊齊哈爾第一中學。此後數年間，他又先後進入瀋陽文華中學、齊齊哈爾甲準工業學校，但多次被開除或被逮捕。他還曾以第1名取得了公費留日資格，卻被認定為赤化分子而遭到取消。後來，他前往北平，先後進入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讀書，並擔任中共北平西郊區委書記、北平市委宣傳部長、代理書記等職。1983年，中共高級幹部胡喬木在給巴彥縣委的信中回憶，張甲洲在清華時是他的領導者，為人正直忠實，很有能力和魄力。這個評價證明張甲洲與當時的共產主義組織關係密切。但是歷史的檔案提出了核心的疑問，不是他沒有參加革命，而是他究竟屬於哪個組織？是中共黨員，還是直接受共產國際或蘇共系統領導的人員？這個區別極其重要，因為如果張甲洲的組織關係直接在莫斯科的蘇聯系統，那麼巴彥游擊隊的性質就不能只用共產黨領導的本土抗日武裝一句話概括，它可能同時是共產國際戰略在滿洲的一次落地，是蘇聯遠東安全布局的一部分。1932年5月，張甲洲返回巴彥組建游擊隊，自任總指揮，趙尚志任政委。兩個人，一個是組織關係長期存在爭議的創建者，一個是剛剛第2次出獄，後來又將被開除黨籍的政委。這樣一支隊伍，從誕生之初就埋下了政治衝突的種子。另外一個疑問，近1000人的巴彥游擊隊為何只剩下了60-70人？巴彥游擊隊從北部根據地出發，沿呼蘭、安西、青港向西挺進，沿途散發傳單、張貼標語，宣傳抗日救國。但歷史中有一個異常現象越來越明顯，他們遭遇的主要對手並不是成建制的關東軍和滿洲國警察，而是馮大腳丫子大刀會、紅槍會、游牧武裝以及當地農民自衛力量。1933年1月，正值農曆臘月，游擊隊北上，到達拜泉三星鎮後，連續遭到紅槍會攔截。此後經過海倫、绥化、鐵力，向餘慶方面推進，又與熟悉地形、能騎善射的鄂倫春游牧民族的地方武裝發生衝突並交火。游擊隊裝備、馬匹和補給處於劣勢，加上天寒地凍，道路濕滑，只能不斷改道。進入山區後，他們又遭到當地農民武裝追擊，在半截河一帶被埋伏在河岸的農民武裝突然襲擊，傷亡慘重。向湯原方向轉移時，隊伍在克蘇里大橋、七道港附近再次受到當地農民武裝伏擊，長途行軍，連續作戰，補給不足，加上目標不清，部隊開始大量走散，開小差增多。出發時接近1000人的隊伍，等到農曆小年前後返回巴彥江家窯時，只剩下警衛隊、少年團等60多人。這不是普通意義上的戰術失敗，而是一場幾乎摧毀整支隊伍的崩潰。更尖銳的問題是，為什麼一支高舉抗日旗號的隊伍會在滿洲鄉村遭到如此廣泛而持續的地方武裝阻擊？
當地人把他們看成抗日者，還是看成威脅糧食、治安和地方秩序的外來武裝？如果不回答這個問題，所謂人民支持抗聯的宏大敘事就無法解釋這近千人的武裝是如何消失的。另外一個問題是，為什麼政治責任主要落在趙尚志身上？根據中共黨史檔案，胡喬木後來的一種說法稱，張甲舟屬於蘇共系統，因此中共無權處分蘇聯同志，因為那將意味着表面上張甲舟是巴彦游擊隊總指揮，實際上他的政治隸屬可能是高於甚至是不受中共滿洲省委管轄的一支队伍。武裝隊伍失敗以後，能夠被處分的只有趙尚志，不能被處分的那個人反而是最高指揮官。趙尚志第一次被自己的組織推出去，可能不是因為他一個人的軍事失敗，而是因為這支隊伍從一開始就存在着兩套權力、兩種組織關係和兩個責任中心。我們需要知道的是，張甲舟之死揭開了怎樣的真相？巴彦游擊隊瓦解之後，張甲舟的人生出現了令人意外的轉折。1933年7月，他化名張近思前往富錦市，進入學校任職，憑日語能力獲得了地方官員的賞識，後來擔任校長、縣公署教育股股長，並一度準備調往三江省協和會任要職。一個曾經組織武裝反抗的人，為什麼能夠進入滿洲國地方行政系統？他是在隱蔽，還是在等待時機，還是政治立場一度發生變化？僅憑結果，我們還不能草率斷言。1937年8月28日清晨，張甲舟帶着400多套服裝、100支槍、3萬發子彈、1台收音機和地圖離開了富錦市，據說是要奔赴抗聯。當他的隊伍走到了距離縣城約18里的董老帽屯附近，玉米地裡突然響起槍聲。根據歷史檔案調查，開槍者是當地農民劉金貴帶領的數名當地農民。他們當時發現有人轉入小屋，判斷來者可疑，於是伏擊。張甲舟小腹中彈，最終身亡，年僅30歲。如果我們把3個場景放在一起，巴彦游擊隊號稱抗日，卻在西征中反覆與當地農民武裝和農民交戰，近千人的隊伍最終只剩下6、70人。4年以後，他的創建者張甲舟又死在了當地農民的槍下。這不是一句農民不覺悟就能解釋的歷史，它迫使我們追問，當時滿洲鄉村的普通人究竟害怕誰？他們為什麼不相信這些武裝？所謂抗日、革命、保衛蘇聯、地方治安與農民生存，在現實中究竟發生了什麼樣的衝突？這也正是巴彦游擊隊慘敗之後，趙尚志第一次被開除黨籍，後來他還會被重新接納，再次被懷疑，再一次被開除，直到生命終點。一個被今天的黨史塑造成英雄的人，為什麼在活着的時候不斷被自己的組織視為危險人物？這才是趙尚志故事中最神秘也最殘酷的部分。各位觀眾，今天的節目先到這裡，下一期我們將繼續追蹤趙尚志被恢復黨籍、再次掌兵，又再次遭到清洗的過程。真正的衝突才剛剛開始。